知名狗仔爆出娱乐圈恋爱瓜，竟然是女星孟子义和秦霄贤，两人多次被拍到同居证据，都是男方主动回女方家里。不过明明昨晚的 GQ 盛典上两人还装不熟，网友后知后觉，明星太会藏了。狗仔爆料称两人疑似正在热恋，1个月里被拍到2次同回爱巢。网友对此纷纷留言称：“我的妈呀，他俩竟然在一起了！竟然不是哈尼克兹，太抓马了！进展神速啊，都同居了，男未婚女未嫁，挺好的。感觉男的很花心的样子，不能长久吧？孟子义竟然喜欢这样的，幽默还是什么啊？都是富二代，比较有话题。”最后，网友扒出两人疑似早就在一起的证据。此前，秦霄贤曾在节目里说过：“我喜欢的人在现场。”那期虽然孟子义也在，不过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说的是在场的哈尼，现在才发现磕错了。还有一次，有嘉宾问孟子义、王鹤棣和秦霄贤谁帅，孟子义毫不犹豫地说秦霄贤。之后，两人在节目里各种镜头拍不到的地方，不经意的扶胳膊牵手，暧昧气氛很浓，只是当时没发现。昨晚的 GQ 盛典，秦霄贤和4位美女同坐一条船，当时网友还开玩笑称他像个唐僧，特别的拘谨。如今再看，也许是怕同场的正牌女友生气吧。不过很多网友觉得不满，既然是和孟子义恋爱，干嘛给大家引导哈尼？现在搞得人家女孩子多尴尬啊！到目前为止，孟子义和秦霄贤都没有出面回应。狗仔继续补充爆料称，俩人不仅是同居状态，孟子义开的白色大 G 是秦霄贤的，因为这辆车在秦霄贤家有固定车位，看来是恋爱实锤了。但下头的是，2次去孟子义家中的途中，他还下车抽烟，并且随地乱丢烟头。反正这节奏妥妥的，两人就是同居了呗。可搞笑的是，紧跟着粉丝和各方不是送上祝福，反而是齐刷刷破防了。首先是孟子义粉丝开始割席，表示不认这个姐夫。接着维尼钟情 CP 粉暴怒，各种骂秦霄贤渣男，明明都和孟子义谈上了，还拉着哈尼克兹炒 CP， 还哈尼克兹挨骂，被说吸血。在之后，天经地义 CP 也宣布闭。总之这一波秦霄贤杨嫂子，他家粉丝是没咋地，一堆 CP 粉却通通宣告塌房了，秦霄贤也被骂是渣男。事实上，别看秦霄贤一直营销所谓的贵公子、富二代人设，但掏心窝子说话，德云社没几个好人，他也一样。19年那会，他和大6岁的18线小演员辛雨熙都被拍到回家过夜了，并且他都把人家的名字纹身上了，他还死不认账，在相声里玩梗说人家老。其次，同一时间段内，他还养着至少3个嫂子，有的嫂子他是和女方晒同款秀恩爱，有的嫂子他是带人家去和师兄弟们玩，有的嫂子他是在网上聊骚挑逗，一副每一段恋情都认真对待的样子，实则他是多线并进，公然劈腿又出轨，脚踩几条船，约炮睡粉，社会老油条出没，实属95后男艺人当中的多人运动资深玩家罢了。而孟子义说实话，他看着精明，可在男人面前却是个恋爱脑，祝福他这一回别被渣男骗了吧。而作为秦霄贤的兄弟，王鹤棣这边也没有闲着，他又有新争议了。起因是因为其出席 LV 大秀没有被品牌认领，随后被曝他的脏辫造型涉嫌文化挪用，遭到黑人抵制，引发热议。LV 新上任的创意总监飞董是黑人，王鹤棣团队似乎为了迎合新总监的审美，特意做了脏辫造型，结果触及到旁人雷区，翻车了。当天，外网品牌认领了16组出席活动的艺人明星，唯独没有王鹤棣，就连合集也单独把他的镜头剪光。而国内的认领一切都正常，对此有粉丝在评论区询问为什么把王鹤棣的片段剪掉，其他网友直接表示他的发型涉及文化挪用，应该在活动开始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从回复头像可以看出，这是位黑人网友。当有粉丝辩解说不同文化的发型并不代表不尊重他们的文化，王鹤棣的脏辫造型并没有任何歧视或者嘲讽的意思。对，你需要学习什么叫文化挪用，别说了。其他中国网友看到王鹤棣的处境，认为太尴尬了，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，刻意迎合新总监审美，结果落到了不被认领且被删除的待遇。显然，王鹤棣及王鹤棣团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多么荒谬，在拍马屁前也没有做足功课，只是单方面认为飞董是嘻哈大佬，应该喜欢嘻哈风，所以就特意弄了一身嘻哈风，舞到当事人面前，让人反感。
王鹤棣不仅线上待遇惨，线下也不如其他艺人。从飞董合影来看，王鹤棣大约没有与本人的互动，不然热搜已经上了。比如飞董外网发了龚俊，飞董与龚俊合影都上了热搜，粉丝们都在吹龚俊与设计总监的友好，这比王鹤棣粉丝吹他是最能演绎飞董首秀理念的说法要靠谱得多。在大秀当天，飞董还和马思唯合影了。马思唯是 rapper， 日常也有做嘻哈脏辫造型，但是他就聪明得多，并没有为了迎合黑人文化刻意靠拢。文化挪用一词并不陌生，我们国家的许多习俗、服饰常被其他国家偷走，维权并不容易。在黑人文化认知里，这是他们独有的特色，还曾有一段被歧视的历史，因此他们并不喜欢其他种族做脏辫造型，认为不尊重他们的文化是对他们的冒犯。比如比伯就多次因脏辫发型被骂文化剽窃，只是他本人不在意，被骂了仍旧继续脏辫。球员林书豪也因脏辫遭到黑人球员的抨击，黑人球员马丁认为，就算你再怎么弄脏辫，也不是黑人样子，你姓林。林书豪表示，马丁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但自己很欣赏脏辫发型，也肯定马丁的中文纹身，认为这是一种尊重。在流行文化中，嘻哈从小众文化走向更大舞台，脏辫造型也被视为时尚的一种，越来越多的潮人歌手都爱上脏辫，但不能因为被吹捧就忽略掉客观现实。王鹤棣的行为惹争议也是如此。时尚是引领审美，不是迎合。既然都到了比拼时尚的舞台，还是希望有个人特色，也希望王鹤棣团队下次长点心吧。近期因为这种类似的操作，王鹤棣已经引发了不少群嘲，质疑他本人文化学识低的声音更是不少。还是希望无论是艺人本人还是团队，都能提高学识和修为，少惹这种争议吧。内娱饭圈这边也是有太多热闹看，饭圈花粉们也真的是争着卖白菜的钱，操着卖白粉的心。这不，前几天刚说过，因为热巴今年连续8个月没进组，他家粉丝怒而上头，开始在工作室评论区大骂特骂了。结果好家伙，这才几天啊，热巴大粉们新的愤怒点就又出现了。最新消息，热巴大粉在超话发疯 ，diss 热巴是娇妻恋爱脑，只知道一门心思扒着黄景瑜跑。30号黄景瑜过生日，他就跑去上海帮黄景瑜庆生。还有今年1月份，22年、20年，他都跑去探班，并上赶着倒贴照顾黄景瑜。反观黄景瑜，从来没有在他过生日时去陪过他。基于此，粉丝们一个个恨铁不成钢，各种写小作文激情输出。现如今热巴的广场上也是一团糟，团队不得已已经下场清广场了，但这类小作文刚出来没几天，就又有瓜圈博主爆料了，说热带鱼已经分手，这让网友们很是懵逼。前几天还恩恩爱爱过生日，这就毙了，闹哪样啊？事实上，热巴和黄景瑜确实纠纠缠缠好几年了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，藕断丝连、缠家不清的那种。热巴对黄景瑜也不光是旧情难忘，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热巴是想要通过黄景瑜拿到一些证据资源的。但到了今年，一来黄景瑜不怎么帮热巴拿饼了，二来就是热巴本人现阶段是想要结婚的，甚至还暗戳戳逼婚过。但黄景瑜与太多女人有瓜葛了，他目前也不愿意定下来。两人诉求不同的情况下，逼倒是也有可能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热巴是有点太超爱 DNA 在身上的，他和黄景瑜此前也一直是分分合合的状态，也许这一波分手就是一时义气呢。但说到最近闹得最大的，就是5月天这个瓜，相信瓜众们都很熟悉了。假唱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关于这件事，评论也是两极分化，粉丝们一口咬定视频是恶意剪辑，5月天是被人黑了，要么就是嘴硬，说5月天假唱他们也愿意买票。更多观众对5月天非常失望，因为从现场视频来看，他们假唱的非常明显，也非常敷衍，感觉就是为了圈钱在开演唱会。在上海的时候连开8场，包括应援棒什么的也都在收费，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吐槽。观众们纷纷觉得5月天这是要晚节不保了，因为假唱还会涉及到违法的问题，甚至不少律师都在讨论5月天到底会受到什么处罚了。一开始5月天的团队也给出了回应，说要直播他们在巴黎的演唱会，后来又否认了假唱，还是没什么用。直到5月天的主唱阿信本人亲自发长文回应了假唱的事情，这里也给大家画一下重点，就是自己真唱，没有假唱。
阿信说，每次唱完，我心中的尚未崩坏的地方里的石牌一溜总是跪足垂地，每次的嘶吼，每一场，每一声，都来自于我依赖了24年的嗓子。除了真唱，否则没有其他感动你的方式。我确信每一场五月天都会用尽全力。整篇看下来，文字有点青春疼痛文学的意思，把最近的假唱风波归结为有人在生日的时候调皮的往身上砸牌。但是整篇长文看下来，并没有什么重点，大致就是在打感情牌。不过粉丝还是挺吃这一套的，不少人都觉得阿信是被人黑了，他们没有假唱。评论区全是粉丝支持的声音。但是阿信的这个长文引发了众多吐槽，不少观众都关注到他写了这么多字，都没有正面回应假唱的事情，甚至不敢说一句没有假唱，感觉就是顾左右而言他。而且阿信还强调自己真唱了实拍一溜，这更是引起了圈内众多专业人士的吐槽。简单来说，装的有点过头了。五月天的歌也很少有这么高的海豚音，再加上五月天之前连开8场演唱会，每场3小时，如果不假唱，体力也很难支撑得下来。更何况还是有很多声音口型对不上的现场视频。所以即使阿信发了声明，观众们还是不相信这件事，觉得他们就是假唱了。除非五月天那边把之前演唱会的音轨都放出来，才能证明自己了，就看他们会不会这么做了。据消息所知，相关部门也在调查五月天假唱的事情了，就看结果怎么样了。如果真的假唱了，他们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虽然不至于进去，但是面临着赔偿是真的。虽然也有封杀的爆料，但目前看是没有封杀的。最后只能说，关于内娱的娱乐八卦，大家也就都听听就好，不要太当真。